今日你家中发生如此大的事情，你竟然可以这样镇定，那你说，朕是该敬你，还是该惧你啊？皇上，天威莫测，岂会惧臣？只要识臣、用臣，便是臣之大幸了。就算臣家里发生再大的事，只要有皇上做主，臣便无惊无惧。大奸之辈！你卖主求荣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你把朕当傻子吗？齐桧正想把这件事情奏报给皇上呢。你说？是的，今日确有金人来微臣家中，诱降微臣，为金人做事。可是微臣断然拒绝，并且杀了此人。臣已将此事写于奏折之上，打算明日一早向皇上奏报。皇上，秦大人私通金人，为怕败露，故杀人灭口，还望皇上明察。皇上，微臣忠心耿耿，从来没有二心，还望皇上明鉴。皇上，一封奏折不足为证。秦桧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皇上，微臣自吴国城逃回来这些年，从贵德到建康，从临安到海上，无论局面多么艰难，有多危险，微臣一直以来都追随在皇上的左右，从未对皇上有半点不忠之心，也从未对大宋有丝毫不义之举。皇上英明，这一切你应该都看在眼里的。皇上回銮临安以来，臣心为盛世，得蒙皇上隆恩，微臣得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。我们大宋这么多年以来，国泰民安。皇上，若微臣真的私通金人，那我又何必呕心沥血追随皇上？若说有罪，臣最大的罪过，就是在逃离吴国城的时候，未能带回儿生与太后，这是微臣终身憾事。微臣一直以来坚持议和，微臣不是惧怕，也不是痛惊，而是希望能通过议和，有朝一日能将太后銮驾平平安安迎回大宋。微臣之心，日月可见。皇上若还不相信微臣，求皇上就杀了我吧。皇上，这几年金寇南侵，黎民百姓饱受其苦，臣力主北伐，目的就是要迎二圣回大宋故土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然而每次与金人交战，
败时，未见秦大人有任何动向。每到盛时，秦大人便极力议和。皇上，这秦大人是忠是奸，到底是何居心？还请皇上明鉴。秦桧，朕不杀你，也不能用你。朕不想再看见你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秦桧罢相不久，老主驾崩，消息传到了临安。当今天子一听说父亲没了，真是悲痛欲绝，这才又激起北伐之志，马上召岳飞入宫议事。又因为淮西军散漫，刘光世数次代战，皇帝不满，决定要把淮西这5万人拨给岳飞。岳飞一听，心中大喜，我岳家军要有这5万人马，就可以杀退金兵，收复失地。爹，你看看这地儿，这没法住人呐！这什么破地儿啊？你看看这太破了，这也。哎，爹，哎呀娘，你跟爹说说呀，这地方没法住人，这怎么住啊？行，别说。好，这里很好。官人，没事吧？官人，官人。奶奶，该吃药了。我能不能不吃啊？不可以，奶奶，吃了药身体才会好起来。爹回来了。爹回来了。奶奶，你别动，我去叫爹过来。
等等我呀！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气我那天爽约吗？放手！对不起，那天我不是有意失约的，我被我爹逼着练武，实在走不开。你现在是岳将军了，不需要跟我说这些，就要承受不起。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别那么小心眼儿嘛。是，我是小心眼儿，我是一介草民，就只配有小心眼儿，哪敢跟你岳将军比啊？我求求你了，别再消遣我了。娟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襄阳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一直都是你。在打颍州的时候，我爬上城头，周围密密麻麻都是伪齐士兵，我杀到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突然有种害怕的感觉。但我怕的不是死，而是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给你买了一个簪子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给你。给。谁让你买这么贵的东西了？我要的不是这根簪子，而是……是什么？哎呀，娟儿，你是答应我了啊？哎呀！你不是会武功吗？怎么掉水里了？死丫头，来了，追我呀！让我抓着你啊！别跑！来！让我抓住了吧？爹，娘，知不知道我找你做什么？孩儿不知。孩儿如果有什么做错了，请父亲责罚。傻小子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什么错不错的？我问你，你是真心喜欢娟儿吗？哼，你还真是个傻小子。你也到了弱冠之年，也该成家了。你有没有准备好照顾人家一辈子？娟儿是个好姑娘，你们要真的是情投意合的话，我和你娘就给你做个主，去跟张员外提亲，让你们尽早成亲，也好为你奶奶冲个喜。你说好不好？那太好了，谢谢爹，谢谢娘。瞧你高兴的。允儿要办喜事了。真的，奶奶，我听爹和娘说的。那姑娘怎么样？长得标不标致？是哪户人家的孩子？奶奶，看给你高兴的，就是张员外家的娟儿啊，和素素姐情同姐妹，张员外一直把她当亲女儿看。太好了！哎呀，我能看到云儿成亲，我终于能看到云儿办喜事了。哦，对了，奶奶，该吃药了。我不吃，你看我现在精神好得很。不行，奶奶，你不吃，爹又要怪我了。奶奶乖，啊，好，奶奶乖，奶奶吃药。好，奶奶可不能病啊。奶奶要看云儿娶亲，还要看我们安娘嫁人呢。奶奶，奶奶吃药。大哥，只要给我2万人马，潭中地界，我一定给你拿下。刘德说话可要算数啊！岳大哥，哟，岳大哥，
恭喜大哥要有儿媳了！恭喜恭喜！这家伙，你这狗鼻子可真灵啊！大哥刚说准备摆喜酒，你人就到了啊！我这一路上可是闻着你的牛膻味儿来的。好，梁兴兄弟，咱们自襄阳一别，数月未见。是啊，来，哎，请，赶紧给我讲讲北边的情况怎么样？来，喝水啊！好，哎，北边的情况十分复杂呀。自从刘裕被废黜以来，违听的臣僚们是离心离德。在民间，迎还二圣、恢复中原的喊声是日益高涨。梁某在河东遇到过不下10数位汉子，他们都是当初大哥给了米粮，使之还乡的原委骑兵士。他们回乡以后，把大宋朝廷和大哥的恩德广为流传。如今已经商量好，无论何时，只要大哥去恢复中原，他们定然揭竿而起，响应官军。嘿，太好了啊！好。今年，宋金两军的形势有了一个巨大的逆转。金、伪齐先后在川陕、襄汉和两淮接连遭到失败，而我宋军越战越强，甚至可以说，大宋已具备大举向北进攻的能力。只要朝廷能有睿智大举之意，收复中原，迎还二圣，可谓水到渠成。大哥，不是我灭四喜威风，如今朝廷能战之力，唯有我们岳家军，而我军只有不过3万人马，如此以少胜多，以弱战强，这胜败之数实在难以定夺呀。大哥不是也说过，没有10万人马，就难以恢复中原吗？梁小哥，你久居北地，此间情形你有所不知啊。皇上已经下旨，决定将刘光世、淮西军5万多人，还有3000多马匹，全部交岳家军，密切收掌。现在连刘光世的部下王德、厉琼等大将也受大哥节制了。嘿，是啊，梁小哥，岳家军现在可不是3万人马，是10万之众了。真的？哎，太好了，收复中原有望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收复中原有望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这10万兵马，再加上梁小哥的忠义社，我们一定能将金人一举赶出中原。对，在此一举了。对，收复中原。干他一家伙！要请的宾客着实不少啊。你可别漏了，免得人家怨怼。我不想太过铺张，简单一点就行了。我明白。你怎么了？我的眼睛，准是眼疾又犯了。来，歇一会儿。这样，我找医官去。你等等啊。哎，小哥，不用去。你等着啊。岳太尉这眼睛还是老毛病，想必在战场上被汗水又侵入了眼睛。襄阳那几场大仗，都是大热天，那就难怪了，是汗水导致眼疾加重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大夫，大战在即，你可一定要把我爹的眼睛给治好啊！哎呀，我也是无能为力。这边光服药是无法根治，唯有针灸、静养才可日渐恢复。要是素素姑娘在就好了，她的针法可是一绝。眼下呢，我先开个方子，每天喝药，暂时先把病情控制住，啊。给，这是方子，一天一贴，在
下告辞了。多谢。人和。所谓天时，即大宋后方稳定，内部已安，攘外幅员，事实可行。所谓地利，襄阳6郡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是一座坚固锐利之桥头堡。所谓岳将军，喝茶吧。圈儿，该叫爹了。臭小子，怎么停了？继续啊！天时地利人和，所谓人和，金人虽窃据中原，但立足未稳，民间亦存在大量的反金武装，这些都是咱们的优势。爷了，哎呀，到哪去了？哎呀，我打死你，臭老鼠！哎呀，哎呀，这跑哪儿去了？哎，老鼠啊老鼠，该来的人没有来，你来瞎捣什么乱？不会是说我吧？秦大人，张大人，秦夫人，请坐。好。3月不知肉味，这老鼠来的正好。秦相国以苦为乐，真是让下官佩服啊！秦某一介草民，张大人取笑了。张大人，你突然造访，秦某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娘子上茶。哎。请。穷乡僻壤没什么好茶，怠慢了。哪里哪里。怎么能说是怠慢呢？是我们这些老朋友做得不好，让相国在这里受苦喽。难得有这么清静的时候，让秦某能好好的想一想，这些年来走过的路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秦相国，现在不是往回看的时候，是应该向前看呐。
秦相国，最近朝中有件大事，你可否知晓啊？5万淮西军现在要更名换姓了，不再姓刘，而姓岳。秦某已不是朝堂中人，管他姓刘姓岳，都与我无关。这怎么能跟你无关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张大人，秦某已被罢官，就算想管，也是无能为力。怎么是无能为力呢？我们都认为，皇上只是迫于压力，让您暂时休息休息。等风波平息了，您还是我们的相国。张大人抬爱了，秦某愧不敢当。秦大人，您就别再跟我们客套了。5万大军，5万呐！要是都给了岳飞，那可得了。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你想想，岳飞手握10万大军，要是北上，那你我在朝中，哪还有容身之地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皇上，张俊大人求见。朕正在临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没有什么要事的话，让他明天再来吧。张大人说万分紧要，关系社稷安危。让他进来。遵旨。宣张大人。臣参见皇上。张爱卿，快请起。谢皇上。究竟有何要事？臣听闻皇上要把淮西军调拨给岳帅，臣担忧万分，还请皇上再三思后行。朕给岳飞的只是区区5万人而已。何以让爱卿如此担忧啊？臣听说，岳家军收复6郡之后，刘光世的皮将力穷才姗姗来迟。之前伪齐进犯淮西，刘光世已是避而不战。刘部一向军纪不整，他本人也沉迷酒色，其养威避世之行为实难以为用。皇上削其军权，借以示警于诸将，此乃一举多得之举。不过这个时候，我倒是在琢磨，他岳飞以此来弹劾刘大将，将淮西军合入岳家军，是否有排斥异己、壮大自己之嫌呢？爱卿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岳飞并没有弹劾刘光世，相反，岳飞还替刘光世说情呢，说朕应该把首功给刘光世，说虽然刘大帅的兵马来得晚了一些，但他的部下知道有了后援，
就无后顾之忧，所以才取得了胜利。朕要废除刘光世的兵权，并不是一时的冲动。你也知道，淮西军本就骁勇，耗费了大量的钱米，却不能杀敌建功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兵家之事，是合则雄，却国家之耻，争海内之穷。除了岳飞，还有谁能担当此重任啊？哎，爱卿这是为何？快快请起。皇上所言英明，但作为臣子，臣不得不提醒皇上：如果让岳飞权势过高，人马过于众多，一旦他功高盖主，那便是一发不可收拾啊！臣听说，岳飞所到之地，当地的百姓都夹道欢迎。离去之时，百姓泪流相送，依依不舍。臣与岳帅相交多年，自然相信他的为人。只是，臣不能因二人之私交而对朝事疏忽大意。举荐岳飞，臣绝不比亲；而上谏进言，臣亦不为仇。正所谓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若是合兵成患，这支大军不能为皇上所用。届时岳家军尾大不掉，以岳飞之能，岂是苗阜、刘正彦之流所比呀？以岳飞的为人，你认为他会起不臣之心吗？岳飞他功盖天下，却不居功自傲，人品自是朝野皆知。不过，他不经商，不置田产，不营造豪华的宅邸，连平时饮食都不超过2个荤菜。每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他总以没有功劳辞谢。臣斗胆要为皇上揣测一下，他岳飞在战场上拼死拼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赢回2胜，恢复中原。话是这么说的，但人心隔肚皮，外表怎能看得清？皇上您不能不多留一个心眼啊！昔日的周世宗对太祖皇帝亦是信宠有加，可他驾崩不到半年，那黄袍可就穿到了太祖皇帝的身上啊！张爱卿，请起，请起。爱卿言之有理啊，只不过朕已经给岳飞下了圣旨。正所谓，君无戏言，朕怎么可以朝令夕改呢？还有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大将呢？那皇上何不试探一下岳飞呢？如何试探啊？人生在世，无非就是为了财、色、权这3个字。皇上何不3探岳飞？
云儿，以后你要好好的待娟儿啊！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可饶不了你啊！是。来，奶奶，请喝茶。这事儿老太太可乐坏了。慢点儿。云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个大人了，有家室的人要担起责任来啊，不能再任性胡闹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收复中原，迎回二圣。哎呀，这小子！你看你这傻小子！傻孩子，你现在最大的责任是赶紧让奶奶抱个曾孙子，让咱们岳家4代同堂。对，臭小子，这把劲儿啊！谢谢各位啊！喝，干！哎，喝酒啊！来来来，哎，喝着喝着，来来来来来，上旨到，岳飞、岳云接旨。臣岳飞接旨。岳云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宣岳飞、岳云进宫见驾，钦此。微臣领旨。近期临幸的妃子们仍然没有怀孕的征兆，为什么呀？你们不是说能治好朕的病吗？这皇上自从受了惊吓，便不能生育，这自古以来就是难治之症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是没有法子治好朕的病喽？不，微臣以为皇上之不育，主要源于操劳过度、肾气亏虚所致啊。古书云：“凡人无子，当夫妻具有五劳七损、虚羸百病所致。”所以建议皇上服用一些补肾壮阳类的药物，比如……够了！朕听你们这帮废物讲这些废话多年了。直接告诉朕，到底是能治还是不能治？臣等定当竭尽所能。那到底是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也许可以吧。哼，也许可以，那就也许不可以了。这养你们究竟有何用？长老，是。皇上，西湖边的那片宅子都已经安排妥当，皇上要去看看吗？是吗？好，朕去看看。起驾！云儿，这次出来，你要睁大眼睛，多看、多听、多学。你资历尚浅，要多加历练才行。是。爹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就。
月爷，里边请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真漂亮，跟皇宫似的。爹，要是咱们能住上这种地方，这辈子就值了。没出息。臣岳飞叩见皇上。哦，朕之所以选在这个地方见你们，就是不想跟你拘这些虚礼。来来，爱卿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你就是岳云？岳云见过皇上。朕早就听说过你啊。在打襄阳6郡的时候，你可是第一个冲上城楼的。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，岳飞啊，你有个好儿子。皇上过誉了。岳云他立下了如此战功，你却把他的功劳压着不报，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吧？那次战役，士卒们冒着炮石箭雨，斩将破阵立下功劳。臣上报其功绩，才蒙擢升1级的恩宠。但因为岳云是臣之犬子，蒙皇上厚爱，曾经连升3级，这会让将士们觉得很不公平，所以臣才隐匿不报。岳飞啊，你逃避荣宠到了如此地步，虽是廉洁，但却并不公道啊！臣为皇上统领大军，必须对自己公平，才能对别人公平。皇上领导各位大臣，该赏赐的时候从未吝啬，但作为父亲教导儿子，臣怎么能只顾着眼前呢？哎，岳飞啊，不要再跟朕说这些了。玉啊，朕是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来，看看这座大宅，怎么样？你喜不喜欢啊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房子。既然岳云喜欢，那朕就把这座宅子赏赐给你。等日后天下太平了，你就可以搬到这里。朕要是找你聊天也方便一些啊。皇上万万不可，如此豪宅，臣承受不起。以你对大宋立下的功劳，就算是把整个西湖都赏给你，也不为过呀。国家正在多难之时，臣不敢营建安乐窝。岳飞啊，你说朕该怎么说你好呢？你堂堂个宣抚使，不经商，不添置房产，不纳妻妾，你这样活着，岂不无趣啊？淮西郡一事已经耽误了不少时日了。自从刘光世去职以来，都是王德、厉琼暂管淮西郡。朕这次要你来，就是要你跟朕一同前去巡视。遵旨。皇上驾到！下官莫其谢，恭迎皇上。平身吧。谢陛下。皇上请。
请。哎，众卿家都快坐。啊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哎呀，这扬州的风景秀丽如画，朕看了心情愉悦很多呀。啊，皇上，您请用茶。皇上，我们这扬州除了美景之外，还有其他3美。哦，有何3美啊？美食、美酒，还有扬州美人。先请皇上品尝这第1美。好啊。3丁包子，1000层油糕，鸡丝卷子，蟹黄蒸饺，翡翠烧麦，笋肉锅贴，桂花糖藕，3色油饺，4喜汤圆，生肉藕夹，赤豆元宵，拆烩鲢鱼头，趴烧整猪头，还有3套鸭，大煮干丝。啊，这是清蒸白鱼，蟹粉狮子头，请皇上品尝。不错啊。来朕尝一尝。口味清新啊，跟朕在宫里吃的东西果然是不一样啊！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下官扬州知州莫其谢。莫其谢，那这2美呢？哦，皇上，这第2美就是扬州的美酒——洋河曲酒。所谓闻香下马，知味停车，那是酒味冲天呐！飞鸟闻香化成凤，未占江南第1家呀！马上开封上酒。皇上，请您品尝。好香的酒啊！来。好酒，好酒啊！来来来，众卿家一起来。诸位大人请。岳大人，您怎么不喝酒啊？岳飞已戒酒了。岳爱卿戒酒了。哦，他那杯，朕带他喝。哦，是是是。来，共饮此杯啊！臣曾喝酒误事，从那以后，臣便立志戒酒。戒酒是好事，以后光复大业，朕还要仰仗于你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朕陪你一起戒酒。等驱逐了金人流寇，光复中原之后，你我再好好的畅饮。这1美你是尝了，2美呢也已经品了，那这3美呢？
皇上，自古扬州美人如云呐。啊，好，好。啊，皇上，除此之外呢，下官还特地为皇上备下了一件礼物啊。下官特地选择了一位扬州的绝色佳人献给皇上，请皇上赏脸。绝色佳人啊，不如这样吧，岳飞他常年征战，劳苦功高，朕就把这位江南绝色佳人赏给你做小妾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万万不可，臣已有家室。哎，岳飞啊，今天你就不要扫朕的兴了。朕想喝你这杯喜酒已经很久了。臣恳请皇上，容臣见过这个女子之后，喝与不喝，再行定夺。好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勿再多言，喝。诸位大人请。岳将军，这位姑娘是江南第一美人，是皇上特为将军挑选的，赐给将军做妾，还请将军笑纳。将军，让静妾为您更衣吧。不必了，我们隔帘说话即可。岳某之所以做到这里，不过是因为一纸皇命。岳某出身贫寒，四处征战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妻女。如果岳某娶了你，你就要吃粗粮，穿麻衣，住草房。我怕委屈了姑娘。将军，你不用再说了。你是我最敬仰的英雄，你为了我们大宋江山出生入死，征战沙场，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。能够陪在将军左右，是静妾的荣幸。你放心，我什么苦
都不怕。承蒙姑娘厚爱，就算我岳母真的娶了你，我也绝对不会倾心于你。为何？难道将军是觉得我配不上您吗？不是，小姐是绝色佳人，世所罕见。不过，在下曾经答应过妻子，即使再富再贵，也不会对她心存二心的。姑娘，我想这样的生活，也不是你想要的。我们真的不合适，还请姑娘找个更好的归宿。告辞。张爱卿，你知道吗？当一个男人不求财、不好色，是很难掌控的。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那只有第3样了，权。淮西军兵57600人，马3000匹，请皇上检阅。这城墙常年失修，简直不堪一击。今人若是来犯，该如何抵挡？皇上，好了好了，退下。朕自从海上归来，身体便一日不如一日，遍寻名医，已无良方。可是如今，朕看到你们父子2人能够并肩作战，朕好生羡慕啊！皇上日夜为社稷操劳，龙体欠安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，该多为皇上分忧才是。金人近来有何动静？自从金兀术杀死詹憨以来，金人那边消停了许多，但臣认为，金人正在厉兵秣马，准备再一次南下。哦，那尾齐那边情况如何？皇上，臣接到密报，金人废黜刘裕之后，意图改立先皇太子为傀儡皇帝。他们图谋制造两宋南北对立之局面。朕也听闻此事了，不知爱卿有何良策啊？金人惯行的就是以汉治汉，不过这一次他们这步棋走得狠了一点。对了，岳帅，你对尾齐颇有了解，你看应当如何？金人一贯主张以汉治汉，张邦昌、刘裕莫不如此。然而这次有所不同，先皇太子是赵氏的正根儿，一旦他在汴京登基，中原民心士气便心向新地，到时我们再想北伐，便难如登天了。皇上，为民心士气考虑，皇上需当机立断，册立太子，以破金人阴谋。大胆！作为武将，
怎么可以干预内政？皇上尚无子嗣，拿什么来立太子？文官武将皆为大宋臣僚，忧心国事，怎分内外？皇上，若此时立了太子，便可攻破今日之阴谋，此为攘外。放眼历朝历代，立太子往往能避免群臣拥立新主，平定民心。皇上此时若立了太子，便能向世人展现一个胸怀宽广的君王，此是为安内。故而，立太子是攘外安内，平定天下之举。岳飞啊，请皇上三思。轻言随中。然而你手握重兵于外，朕的家事非卿所当顾啊。以前，朕拟定让爱卿掌管淮西军的军权。后来，淮西军向朝廷上报，说他们非常服从王德，希望朝廷能够把重任交于王德。这件事情，朕十分为难。据臣所知，王德和力琼素来互不服气，不相上下。如果把军权交给王德，恐怕会导致二虎相争。王德不行，你觉得张俊如何？皇上既然问起来了，臣只好据实回答。张宣府性子有些暴躁，谋略欠缺，恐怕力琼会不服。那杨仪中应该是高出这二人喽。仪中虽勇，但和王德差不多，恐怕也驾驭不了这支部队。一旦处置不当，变乱可能会在弹指之间。临安如今依靠这批人马驻守淮西作为屏障，如果派支淮西军既能平定中原的话，朕非常愿意。可是万一这个淮西军不但不能收复中原，而且还丢了淮西，那临安跟健康都难保全啊。岳飞，你可有想过这一点啊？臣有对策。近来颇有传闻，说泸州、寿州之间微有边境，经进一步调查才知道，乃是金贼乘虚渡淮，淮西军竟未能察觉，可见军中将领不明之甚。臣知道淮西军的将校中，有擅自拉了士兵逃往淮北的，而淮西方面却一直隐晦不报。皇上，淮西军如此混乱，朝廷却茫然不知，岂不是要坏了大事？若不将此军严加操练，如何能够拱卫东南周全？爱卿的意思是，淮西军统帅非你莫属啊？请皇上明鉴，臣真的不是图谋这支部队，但是有了这5万人马，再加上臣的本部兵马，即可出兵北伐。臣可以保证，不出3年，中原可复。朕知道了。朕与亲人不共戴天，北伐之时，朕何尝有一日敢忘于心啊？这个岳飞，一不贪财，二不好色。朕只知道他志向非小，今天看来的确如此。立太子的事应该是一早预谋好的，对淮西军又虎视眈眈，我怕他是另有所图啊。
朕什么都可以给他，就是大军不行，要不然恐怕将来就麻烦了。西湖都赏赐于你，也不为过啊。朝廷正在多难之时，臣不敢迎接安乐窝。赵爱卿的意思，淮西军统帅非你莫属啊。请皇上明鉴，臣真的不是图谋这支部队。此事容朕再想一想。
好词，好字。张帅怎么会有兴致冒雨之词啊？我听说你出了门，便一路跟了过来。皇上让我把这个交给你。淮西河军颇有缺者，淮西之兵须得朝廷指挥。若万千宠爱及卿一身，不顾下情，军心思变而酿大祸，其中委屈，卿以息之。朕对情之以重，卿以息之。皇上为何突然改变主意？这个我可不知道啊。但是王德担任总管，厉琼为副总管，这已经是成定局的了。我找皇上去。兄弟，皇上已经起驾回宫了，你还是回驻地待命吧，我还要处理交兵事宜。天威难测呀，这朝堂之上可不比在外边打仗。有很多事情不是你能打胜就可以全都解决的。兄弟，好自为之吧。即日起，王德任淮西军总指挥，厉琼为副指挥。凭什么让他执掌兵权？这是皇上的意思。李将军，从今日起，你可要好好的辅佐我，咱们两个同心协力，一起治理好淮西军。放屁！哎，二位将军不要吵了，大家都是自己人。以后还要同心协力，同仇敌忾才是啊！厉将军，你对这样的安排要是不服气的话，大可向皇上去请愿。可是你敢吗？哼！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把剑都收起来！哼！收起来！这是皇上的意思，你敢抗旨吗？哼！什么东西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将军，现在咱们该怎么办？与其在王德手下受气，不如另谋高就。您的意思是？我们举头巾啊？头巾如何取信于金人？对，我们不能空手去投，要备份大礼。皇上刚刚离开扬州，现在动手还来得及。小小心意不成敬意，还请张大人小纳。来，喝酒。啊，请。来。
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反朕？我本不想反你，谁让你以王德为主，以我为父？我不服！既然在这里受窝囊气，不如到北边去吃香的喝辣的。臭皇帝，你跑不了了，束手就擒吧！本将军带你去五国城，和你的家人团聚。你这比金人还要奸佞的狗贼！要朕去五国城，朕宁死不去！拿你的人头去投金也不赖。
皇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恭喜张大人逢凶化吉，逃过一劫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力琼已经带着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金了。既然你已经都知道了，那还恭喜我什么？我现在哪里是逃过此劫，我是在劫难逃啊！皇上一肚子火没处撒，一定拿我问罪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秦大人，救我！你救我！力琼在你眼皮子底下投了金，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你办事不力，责罚是免不了的。不过责罚也分轻重缓急，只要你在皇上面前言语得当，我想他会网开一面的。如何得当？淮西兵变，你难辞其咎。如果你见了皇上，只是就事论事，在这里面绕来绕去的话，我看你这项上人头肯定不保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可是，如果你跳出这个圈子，将矛头指向别人，那么你不仅可以脱罪，没准还会得到皇上的封赏。请相爷赐教。哎，皇上，您没事吧？皇上，皇上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皇上拿水！皇上，力琼带了5万人马和10万百姓投了金人。御林军赶到时，张大人仍不见踪影。继续再追。是。水呢？怎么还拿不来呀？经历了苗刘、淮西2次兵变，皇上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武将弄权。如果你能将矛头指向岳飞，你觉得皇上会怎么想？皇上会更怕。相比之下，对你的怒就不算什么了。那岳飞可就大祸临头了。齐相国，你这招1石2鸟，高啊，真是高啊！去哪儿啊？去面圣啊！去面圣吧。你们这些废物！淮西兵变，5万大军，赵大人，皇上让你进去呢。走吧。
张大人，该你了。罪臣该死，罪臣罪该万死。宣岳云觐见。臣岳云叩见皇上。岳爱卿，救驾有功，快快请起。要是大宋多几个像你们这样的父子，朕就高枕无忧了。这把宝剑，随朕从归德一直走到这里。现在，朕把它送给你，你以后要用它平奸除逆。谢皇上。起来吧。这次要不是岳爱卿及时赶到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怎么知道厉琼会兵变呢？微臣不知。那你怎么会出现在那边？我爹让我送奏折给皇上。正好遇到贼人图谋不轨，奏折。皇上，臣眼疾有发，若朝廷无北伐之旨，臣岂交赏兵权，还乡就义。告诉你父亲，他的奏请朕不准，让他速速回营。是。皇上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就不要再多想了。所幸有惊无险，皇上龙体安康，已是大幸。朕不是为此事烦恼。今日张俊说的很有道理。太祖皇帝历朝以来，崇文抑武是有道理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100个文臣贪污纳贿，都比不上一个武将作乱，危害更大呀。皇上是不相信朝里的大将军吗？朕的江山稳固，必须靠他们，所以朕不得不信。但若全信，对江山社稷的危害将会更大。那皇上现在有何打算呢？朕现在还没有想好。不过日前，金营传来消息，要与朕议和。朕在想，与其让那些武将们打打杀杀和金人纠缠不清，倒不如和金人暂时议和，平分天下。你说这样可好啊？这种朝廷大事，臣妾怎么知道？臣妾进宫前，只是一个卖豆腐的。卖豆腐好啊，等朕老了，牙齿咬不动了，就天天吃你卖的豆腐。皇上，你又取笑臣妾。
所谓与子偕老，不就是你取笑我，我取笑你，这样过日子吗？你说能过这样的日子该有多好啊！可惜，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，很难说啊。皇上，朕的江山来之不易，朕真不想像太祖皇帝那样沦为孤魂野鬼。朕要安安稳稳的和你守住这江山，守住江山就能过太平日子。朕发誓，朕宁可错杀忠臣，也不会再让像淮西兵变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你是一个人吗？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好可怜啊！可能他母亲知道没有足够的奶水养活他，所以先把他丢下。但他知道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娘娘应该明白“宇文虚中”这段话的道理吧？你也是来给金乌珠当说客的？宇文虚中不敢。我只想对娘娘说，连一只刚出生的小狗都明白生存的法则，明白弱肉强食的道理。你不用跟我讲什么道理。其实，我并没有跟你讲什么道理。宇文虚中只是想起，在我儿时家乡发了一场大水，当时我们3个兄弟都被大水冲散，娘身单力薄，只能救1个孩子，她选择了我，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2个哥哥被大水冲走。没有选择的选择。是啊，我娘特别疼我，对我特别的好，因为我是她唯一的亲人，就像现在四太子也是你的唯一。娘娘，珍惜啊！我明白，我知道。我哥和金兀术之间，迟早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我只是需要一些时间罢了。娘娘深明大义，我相信四太子心里也一定不愿意这么做，这是他无法逃避的选择。你一定很想念你的家人吧？当然，日日思念。
可是我没有办法，与其自暴自弃，倒不如先想办法照顾好自己。或许有一天，我会等到和我家人见面的那一刻。不是给你做的，不是我的那是谁的？你给哪个野汉子做帽子，还当着我的面？哎呀，不是野汉子，这是给我哥哥做的帽子。宇文徐州，出来！宇文徐州，快点儿！是爹。小宝，大儿啊！娘，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是我派人接他们来的。没想到你还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。
是不是啊，小宝？别怕。谢四太子，你们先好好聚聚，回头我再找你。爹，小宝。娘，吃点菜。小宝，小宝哥，多吃点，吃点啊。来。爹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？等不打仗了，我们就回去。那什么时候不打仗啊？总会有这么一天的。你真的投靠了金人啊？娘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来，小宝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好。外面有好多马，你要不要骑马呀？要。那好，去吧。当心点儿，小宝。哎。娘，金人险恶，不小儿连累了你们，但是你相信儿子，孩儿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家乡父老的事。你们忍耐一下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。那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还有什么事情比娘，比你的亲生骨肉还重要？两方交战，自古以来，只有在马上打天下的，从来没有在马上可以治理天下的。金人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，但是他们绝对没有能力治理我们的国家，因为他们落后、野蛮，所以他们就要学习我们宋人的文化。只要他们学习我们的文化，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学生。那天下的统一便会指日可待，但最终绝不是靠金戈铁马、涂炭生灵。生机勃勃。屋主，好。只要铁浮屠炼成，大金勇士必将所向披靡。那多久才能炼成呢？不出1年吧。皇上，如今宋廷要求和议，而我军铁浮屠还有1年之后才能出兵，这……书王有什么就说吧。战呢，则军心不稳，人心不齐，所以和才是最好的办法。可以用和议先麻痹宋人，给我们一段时间，
做下一步打算。和议之事不可儿戏，无论是和是战，铁浮屠还是要早日练成，这样和战的主动权才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。这好了好了，金兀术，让我看看铁浮屠的威力。是。出发！什么收复中原、赢回2胜啊！皇上以前可能还有这个心，经过淮西这一闹啊，他肯定是断了这个念头了。大哥，那你再上一奏，咱岳家军单军北伐，我就不信拿不回中原。岳家军单兵北伐有难度吧？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。怕就怕以后皇上变成惊弓之鸟，从此以后对北伐之事只字不提。是啊，大哥，你若是不顺着皇上这个心思，恐怕会失去皇上的恩宠，反而被朝廷那些小人所利用啊。个人荣辱，何须放在心上？你们不必顾虑这些。眼下最棘手的是，如何让皇上再下北伐之心？皇上没有处罚张俊，反而升了他的官，这就说明问题了。皇上根本就不想北伐呀！不是皇上不想，而是皇上怕我们这些武将在北伐的过程当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哎，这壮大有什么可怕的？这军队壮大了可以保卫社稷，保护老百姓嘛。再说了，俺老牛有啥可怕的呀？他要是怕俺对他不忠的话呀，那就把俺最值钱的东西都押到他那儿去。不是你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你最值钱的就一桂娘，你舍得押吗？不，那是，那桂娘那啥媳妇儿，押不得，我们舍不得。押得。啊，这倒是一个主意。咱们大将出征在外，如果把家眷押给朝廷，皇上就会信任咱们。为了北伐大计，说不定就得委屈一下咱们的家人了。我给皇上写份奏折。爹，刚才探子来报，有一队大京使者入境，正向临安而去。真的？啊！这娃儿的，这皇上他是又想议和了。
今皇上圣恩，愿将河南陕西之地无偿归还，还有你们老皇上的棺椁，一并奉还。当然了，宋廷每年需向大金纳贡白银25万两，绢丝25万匹。这哪里是议和？哼，分明是抢夺！大宋久战方息，民生凋敝，百业困顿，今非昔比啊！所纳之数，那可是宋人的脑袋和性命啊！哼！大人说的这些，我可就管不了了。我们是奉大金皇帝的命令，前来江南诏谕的，而且大宋必须废除年号，对大金俯首称臣。这不可能！从此以后，大宋的皇上必须跪拜接旨。这更不可能！这样的议和丧权辱国，恕不能接受。皇上今日龙体欠安，不上早朝，退朝。这次啊，晋人主动跟咱们议和，居然还割地给咱们，条件很不错呀。是啊，当年每年要给辽河西夏55万两所以呢，现在区25万两，算得了什么呀？是啊，25万两还个天下太平，这笔买卖啊划算。可是他们提出来要皇上下跪接旨，这个不好办吧？皇上，昨天晚上您一夜辗转反侧，想的可是议和的事。是啊，靖康之乱11年来，这可是金人第一次主动提出议和。这11年来，每天晚上朕都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到先帝、魏后不停地在朕耳边说：“我的儿啊，我冷，我想回家。”所以皇上想要议和。昨天朕想了一个晚上，金人愿将河南、陕西之地交还，还要送先帝还朝。如此优渥的条件，朕怎能不动心？只是，皇上在顾虑什么？那些金人提出让朕跪接圣旨，朕不是不愿跪。若朕下跪磕头，可以化淮河而分治，让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让太后可以回到南宫。别说是磕几个头了，就算是要朕的命，都可以。若朕下跪磕头，可以化淮河而分治，让百姓免遭战乱之苦，让太后可以回到南宫。别说是磕几个头了，就算是要朕的命，都可以。虽然皇上有分治之诚，思母之切，可是皇上贵为大宋天子，实在不便于大庭广众之下跪拜北京来使。皇上这一跪，可就跪掉了江南民心，跪掉了中原气节啊！朕所顾虑的，也正是此事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诸位大臣都候在大殿之上不肯离去，说是今天必须见到皇上不可呀。朕再说一遍，不见。皇上息怒，这满朝大臣得知议和的消息，都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们都想知道皇上到底接不接受议和呀。他们一个个看起来忧国忧民，
朕到了关键时刻，全都没了主意。真不知道我大宋养这些窝囊废到底有何用？皇上，恕老奴多嘴，老奴认为现如今可以问计于一人呐。谁？秦大人。秦会接旨。公公，我家官人他染了重病，不能下床。皇上有要事相召，病得再厉害也得去呀。公公若是不信，您看看便知。姚公公，请回去向皇上请罪。臣有罪，有罪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真晦气。公公，你慢走。公公，你慢走。官人，你这可是欺君之罪呀！被发现了，那可是要满门抄斩的。从吴国城到临安，这一路之上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活得像一条狗一样，被晋人拿着把柄，被皇上呼来喝去，这种日子我受够了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赌一把，要么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要么永世不得超生。那皇上一定恨死你了呀！皇上，他对我的态度，先齐之，后爱之，又疑之。现在起，我要让他拒之。哎呀，这死老鼠，跑哪儿去了？这是，嘿，咦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臭老鼠，跑哪儿去？官人，还不快帮忙找找啊！跑哪儿去了？这是。你还想逃吗？谅你也挑不出我的手掌心去。哎呀，你还在说些什么呀？这，你抓住了？秦相国，我特地请人从波斯带回一只猫来，这样以后就不用怕老鼠了啊！哎呀，好漂亮的猫啊！哎呦，哎，张大人，快坐，我去给你们做些酒菜。夫人，啊，恭喜秦大人！啊，皇上命我请你入宫面圣，我就说嘛，皇上一定会再次启用你的。哎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咱们走吧。啊！现在皇上已经开口了，莫要错过良机呀！啊！你可知皇上找我干什么？皇上现在要议和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他若不重用你，重用谁呢？皇上现在遇到了难题，这才想起我。若是让他轻而易举地见到我，有了解决之策，难免
他日后还会将秦某弃之敝履。皇上几次三番召你入宫，你都借过不出，难道你就不怕掉脑袋？来，咱们边吃边聊。再一，再二，未必有再三。秦大人真的就不怕皇上从此彻底的把你打入冷宫吗？张大人，若是一个人腹中饥饿，他不会把嘴边的肉扔掉，就算它是老鼠肉，吃下去也会甘之若饴。张大人，这老鼠肉的味道怎么样？看来你还是不够饿呀！啊！秦桧，一个罪臣，他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朕想用他就用他，不想用他就不用他。现在倒好，变成朕来求他了，他倒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了。他究竟什么意思？难道让朕求他吗？皇上息怒，都是小人办事不力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其他人有何看法？皇上，没有一个折子是有用的，全是废物。皇上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娘，你身子不舒服，没事，我喂您喝点汤。不用了。您这是怎么了？我看到了张勇，想起了我唐营老家，想不到这次南下竟是永别。娘，您一定会回去的。不用安慰我了，我自己知道，人老了就这样了。昨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们一起去看皮影戏。娘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您最爱带我去看皮影戏。每月的初一、15，村口就有人来演皮影戏。我跟你搬着一个小凳子，坐在台下看。哎呦！你看的是如痴如醉呀，等到戏完了，人散了，我们娘俩还舍不得走呢。一晃都20年了，菲儿啊，娘，等娘走了。你要把娘葬在高山之处。娘，您别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活着回不去了，
能日日望着家乡。张勇说，庐山就很好。喝点水。娘，有没有舒服点儿？将来能回去的话，把我的灵柩和你爹葬在一处。老家没人了，你爹的坟头长满了杂草。太有意思了，有意思啊！哇，真不错！哎，看，好，耍的真不错。好，真好。
就攒了这么多。来，你来吃一颗。这报国的国字，那不单单是指大宋而言，指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之国，指的是人与人之间能和平相处之国。朝廷以仁义为政，三军以仁义为师的泱泱大国。你的州，你的国，也许在眼前，也许在未来。娘，孩儿会记住你的教诲。千里相送，终有一别。您在此入土为安，好生安息吧。爹，爹，你这是看什么呢？提防新围，必有雨。鸡斗牛女，雨蒙蒙。爹，别开玩笑了，你看这天上满天的星星，明天怎么可能下雨呢？看着吧。哦，对了，皇上那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哎，皇上整天大发雷霆，骂那帮大臣都是酒囊饭袋。哎，你说，关键的时候连一个给皇上出主意的人都没有。岳飞呢？爹，我听说他老母去世，他上庐山守孝去了，估计这会儿也没工夫搭理这事儿。这么大的事，他不会坐视不理。他爱理不理。哎，你想想，现在皇上考虑的不是战和和的事，而是怎么和。眼下皇上正好没了方向。爹，现在皇上是最需要你的时候。爹，你看看什么时候去见皇上啊？
皇上，你怎么了？还在为议和的事烦忧？皇上为此事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这样下去，可不是办法呀。不如这样吧，臣妾带皇上出宫走走，皇上觉得怎么样？是啊，娘娘说的对，皇上整日忧心忡忡，老奴担心皇上积郁成疾，不如出去走走看看，多大的烦心事儿，没准儿就都豁然开朗了。好吧，朕就听爱妃的话，赶紧去准备。是。爱妃啊，你可知道，朕第一次看见你，就是在一个像这样的地方。10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当年王渊、康吕2个人，竟然背着朕胡作非为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万幸，他们2个人终究算是恶有恶报。但是这件事情至今仍让朕心有余悸。过去的事，就不要再提了。臣妾已经忘记了。你不会还恨朕吧？恨过，可是恨一个人太累了。好，怎么下雨了？来来来，朕带你找个地方避一避。来。下去看看，出了什么事？是。皇上，听口音应该是从北方逃过来的。年年征战，那儿的百姓好多都躲到南方来谋营生了。真可怜，有家归不得，有田种不得。当年的汴京，八荒争凑，万国咸通，繁华至极。如今啊，朕唯一的心愿，就是保全江南之地，再现汴京之盛景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次议和能够成功，天下就太平了。臣妾相信，皇上一定能够做到的。这次议和事关江山社稷，可是，在朝中这么多的大臣，朕居然是无人可问。唯有秦桧脑子还算聪明，却屡次3番托柄不见，让朕如何是好啊？10几年前，臣妾从父亲手中接过豆腐摊子，生意惨淡。一天，有家酒楼让我们供应豆腐，我们都很高兴。这可是一笔大买卖。可偏偏这个时候，黄豆贩子说要涨价，没有办法，既然答应了酒楼，
我们只好先高价买下黄豆。虽然这笔生意我们赔了本，但这个缓兵之计却让那家酒楼非常相信我们。之后，他们让我们常年供应豆腐，我们的生意也因此渐渐有了起色。爱妃这个豆腐精还确实有点道理。皇上取笑了。姚公公，皇上，秦桧他现居何处啊？在城南，离这儿不远。皇上，就在这儿了。哎，秦大人，皇上来了还不出来见驾呀？秦大人，秦大人，皇上，秦大人他死了。死了？前2天他吐血吐得好厉害的，他死了。皇上。皇上，不知皇上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请皇上恕罪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官人，真没想到，快起来，皇上来了。皇上，微臣给皇上请安。秦桧有事远迎。官人，平身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秦桧啊，没想到你堂堂相国，居然沦落到如此下场。唉，这也怪朕，让你受苦了。微臣惭愧，让皇上挂念了。哦，朕给你带了一些名贵的草药，保证会药到病除。秦爱卿乃是朝廷的栋梁之才，要赶紧好起来啊！谢皇上，谢皇上。哎，快坐。皇上也坐。哦，请。宋今又在商谈议和之事，朕此次前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微臣以为，和则双赢，战则双败。此话怎讲？皇上，真宗皇帝的时候啊，大宋跟当年的大辽立下了澶渊之盟，将当时2个县1年的总收入赐予大辽，换来天下太平。而如今花些许银两，就能收回河南、山西之地啊！皇上，
皇上胸怀勤政爱民之心，微臣以为不出2年的功夫，肯定就能赚回这点银券。这些道理朕都懂，然而金人刁难，不但要向他们称臣纳贡，还让朕下跪接旨，简直是岂有此理！是啊，微臣听说金人他们态度非常强硬，毫无回旋余地。若不答应，恐怕这议和难成。倘若如此，我大宋颜面何存？必须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啊！皇上所言极是。皇上，其实皇上可以以热孝在身为由，不问朝政。既然不问朝政，便无需接待金使。那么，不接待金使，也就不用下跪了。好啊，朕总算是没有白来。不过，你说金人他们愿意吗？皇上，秦会愿前去与金人交涉此事。齐相国，你在这里受委屈了，明日就回相国府吧。秦桧，叩谢皇上。谢皇上。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恭喜啊！谢谢谢谢。秦大人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，秦大人！恭喜大人！恭喜恭喜！
这金人仍不答应，该如何是好？蛮夷之邦，无礼仪可言。与他们说守孝之事，无异于对牛弹琴。朕若是跪拜金人，那朝中那些主战大臣还不得要了朕的命啊！公公，我要见皇上。赵大人，此事万分紧急，不可耽误。皇上现在不方便见你，耽误不得呀！赵大人，公公，哎呀，赵大人你，皇上。赵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在外面火急火燎的，你乃大宋重臣，要注重体面。皇上，社稷若没了体面，我们做臣子的何来体面之说？皇上，秦桧乃金人奸细，不能用啊！秦桧，他是一个能做事的人，而你们这些朝中大臣只会嚷嚷着体面颜面。朕不用他，该用谁呀？皇上，别再说了。爱卿若是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先回去吧。朕与秦相国还有要事商谈。皇上，今人虎狼之心，不可合议呀！皇上，皇上，赵大人既如此反对，臣万万不敢再继续下去。这是朕的江山，还是他赵相国的江山啊？秦爱卿起来吧。皇上，赵相国是如此态度，那朝中大臣更不用说了。其实，金人不能接受我们的提议，便是因为明人不说暗话。秦大人，如若有什么话可以直说。皇上，金人一直坚持要皇上跪接诏书，是因为赵大人跟金人和谈的时候态度蛮横，惹恼了金人。一派胡言！君子和而不同，金人狼子野心，我岂可与之虚与委蛇？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凤楼。北国悠悠，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无神州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浮名袍，壮志愁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剑问沧桑？胡马闯，是要当今滔天浊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为疯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一边